10岁的爷爷突然去世了，但是嘴巴却是张开着的，好像是有什么话说。我问大伯，爷爷的嘴张开的，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愿没说出来？大伯听了我的话，瞪眼训斥了我一顿，让我不要乱说话。我不知道大伯为什么会突然间生气，却不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多问，只好不再说话。二伯比我回来的晚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。他在外地当警察，不好请假。回来之后，按照惯例是瞻仰遗容，我也跟着去看了，发现爷爷的嘴巴还是张开着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总觉得似乎比之前张得更大了些。二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我听见他小声对大伯说道：“爹的嘴怎么是张着的？要想办法闭上。”大伯看了一眼周围，见没有外人，才小声说：“都试过了，闭不上。”二伯想了想，去拿了一条热毛巾敷在爷爷的脸颊上，这是要让僵硬的肌肉变得松软。然后二伯试着合上爷爷的嘴，没想到这个办法还真的管用，嘴是合上了，但却是歪的。爷爷生前并不是歪嘴巴，怎么死后变成歪嘴巴了呢？难道他真的是有什么遗愿没有完成？一屋人看到这场景，又是一阵痛哭。等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都安静下来后，二伯又问：“嘴里放银子了没？”这是我们那边的传统，死后都要在嘴里放银子。我妈说放了，当时没找到爷爷生前准备的银子，她就把自己的一对银耳环放爷爷嘴里了。大伯和二伯轮流在灵前守夜，只有我爸是一直跪在灵前，谁劝也不听。爷爷一共3个儿子，我爸最小，但是和爷爷的感情却是最好。爷爷生前哪里都不去，就只爱住我家，赡养工作全由我爸一人负责。大家都知道我爸和爷爷的感情好，也就没去多劝。爷爷在堂屋里一共摆放了5天，第6天上山。这之前，全家人在风水先生的主持下开棺看爷爷最后一眼，寓意送爷爷最后一程。那是凌晨5点，天色刚蒙蒙亮。打开棺后，所有亲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爷爷脸色铁青，他的嘴竟然又张开了，而且比之前张得更大，那种幅度甚至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能做到的范围。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着了。那个风水先生也没了主意，他说他也没见过这样的事情，反倒是问我大伯怎么办。我大伯他们3兄弟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按原计划不变，起棺上山。风水先生做好法事之后，大喊一声起棺，4位抬棺的壮汉大喝一声，只听见绳子嘎吱嘎吱的响，可无论如何也直不起腿来，棺材没抬起来。我爸他们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，抬棺的红包是给了的，没想到他们居然出工不出力，但是这个时候又不好发作，我爸只好赶紧再包了4个红包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那4人说什么也不收，其中一个说：“就算给我们再多的红包，也抬不起来啊。”我爸无奈，还好前来送殡的队伍里还有年轻的壮汉，听说棺材抬不起来，就主动来帮忙，于是又添了一条绳子，可是棺材依旧没能抬起来。这一下大家伙都急了，8个人了，竟然8个人还是抬不动，回魂压棺。我听见那个风水先生惊呼了一声，他赶紧招呼我爸他们3兄弟，问老爷子生前是不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。我爸他们都说没有，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没有什么没完成的心愿啊。我爸他们3兄弟想了好一阵，还不断地对着棺材说话，但是抬棺怎也抬不起来。最后我爸直接跪在了棺材前，一边磕头一边说：“爹，你要是还有什么心愿，你晚上给儿子托梦，你这样不肯走，我们都不安生了。”我大伯二伯也都跪下磕头，说也怪，这一跪，之前抬不起来的棺材竟然就抬起来了。填坟的时候，家里人要求我们第3代先回来，不许我们待在那里。我跟着堂哥他们回了家。当天晚上，我睡在以前和爷爷一起睡过的房间，我总感觉爷爷还在我身边。想到以前夏天睡觉的时候，爷爷都会拿着扇子替我扇风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看见我爷爷走了进来，他和以前一样躺在我的旁边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仔细地看了看爷爷，却发现他大张着嘴巴，脸色铁青，身上穿的竟然还是下葬时候的那身寿衣。然后我清晰地看见爷爷的嘴突然动了动，我吓得尖叫起来，睁开眼一看，还好这只是一个梦。我伸手想要摸一下放在枕边的手机看看时间，可是我却摸到一张冰冷的脸。我慢慢转过头去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爷爷那张张大着嘴巴的铁青脸，而我的手就放在他的嘴里。刚刚下葬，没想到却诡异地跑到了我的床上。先是大伯赶了过来，看到爷爷的尸体后就是一阵乱骂：“是哪个砍脑渴死的背尸鬼，到处挖人老屋的事情？”然后是二伯，他看到了爷爷的尸体后，眉头紧皱。我爸开口问道：“现在咋办？还能咋办？趁天没亮，赶紧埋进去。小将，你去村头喊陈泥匠，莫惊动其他人。老二、老三，我们3个把爹的身体抬到坟里去。”大伯吩咐着。虽然大家都没说，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发生了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大张旗鼓的办，更加不能让其他人晓得。我和陈泥匠到坟地的时候，我大伯他们已经到了。我发现爷爷的坟并没有被挖开的痕迹，只在坟顶上有一个洞，刚好容得下一个人进出。我准备走近点以便看清楚，却被我二伯催着回去，说死者入土，隔代的亲人是不能到现场的。于是我只能听话的回去了。我爸他们一直弄到10点多的时候才回来。事情忙完了，
大伯请陈泥匠到屋里吃饭。席间，陈泥匠一直皱着眉头，好像有什么心。我二伯他和陈泥匠一样，也是眉头紧锁着。最后，在我大伯的追问下，陈泥匠终于把他担心的事情讲了出来。东哥，这件事我看你还是再找个风水先生看下吧。小将爷爷的坟有古怪。什么古怪？陈泥匠没开口，我二伯却开口道：如果是盗墓的人倒斗，从外往里挖，那么坟口子的开口方向应该是表面大，里面小，越挖越小，这个应该好理解。但是爹的坟，大家刚刚都看到了，很明显是里面开口大，外面开口小，这个口子是从里面往外面挖的，也就是讲，爹是他自己从坟里爬出来的。二伯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背脊一阵发凉。如果真的像二伯说的那样，那么这件事就已经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了。于是我试着去打破，会不会是盗墓贼从其他地方打孔进到坟里，然后从里面打洞出来？这样看上去就好像是爷爷自己从里面挖洞出来一样。二伯点头表示有这个可能，但是陈泥匠却说道：修坟的时候，我就是怀疑小将的想法，所以特地进坟里看过，没有其他人进去过。等到吃完饭后，二伯讲他到镇上找个人，他没讲是找哪个，不过大家都晓得他应该是去找陈泥匠口中的风水先生了。整个白天，屋里的人都阴沉着脸，很显然是在担心爷爷的事情。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，大伯才讲他今天晚上去坟地里守一晚上，看看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动爹的老屋。我虽然害怕，但是还是坚持要跟着去，毕竟这是我爷爷。于是我跟着大伯和我爸来到了爷爷的坟边。这个时候天刚刚黑，大伯在附近燃起了篝火，这不是为了取暖，而是为了照明。借着火光，我看见爷爷的坟墓安安静静地坐立在那，似乎和平常的坟墓没有什么两样。三个人围坐在火堆旁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天气竟然不是很热，即便是坐在火堆旁，都还是觉得后背有点冷。时间就这么流逝着，大伯和我爸都在有一茬没一茬的聊着。突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响起，我立刻回头大喝一声：谁？但是我什么也没看见。大伯和我爸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我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。大伯和我爸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我爸说他去看看，让我待在这里别动。说完话，我爸拿了一根烧着的棍子当火把，朝着我身后的方向走去。我和大伯都站在篝火旁看着我爸，心里有些着急。这么晚了，到底会是谁来这边呢？站住，别跑！远处我爸突然传来一声大喊，紧接着我们就看见我爸钻入丛林里。我和大伯坐在篝火旁等了一会儿，时间至少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，但是我爸还没有回来，我开始有些着急了。大伯也是对我说：我去寻你爹，要是我半个小时没回来，你就先回家去。大伯也去了，整个坟地就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我很害怕，不敢往其他地方看，只好不断地往火堆里添加柴火，生怕这唯一的火光也熄灭了。我的后背还是好冷，于是我转过身来，准备烤一下后背，而且后背靠着火堆，面朝外面，也更安全一些。我的手里握着手机，每隔一会儿就看一下时间，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。大伯离开也有20分钟了，我开始越来越害怕。沙沙沙，我突然听到有声音传来，那声音竟是从爷爷坟头那边传来的。我是一个恶搞博主，喜欢假扮成裂口女，然后去敲开别人家的房门，以此拍下这些路人受惊的样子。万圣节这天，我和闺蜜像往常一样出门拍摄，可是敲了许多户人家都没有开门。就在我们准备走向下一家时，突然在拐角处发现了一栋奇怪的房子，房屋看起来又旧又黑，窗户也被木板封住，看起来与恐怖电影里的房子非常像，让人背后发凉。我对闺蜜说道：要不然我们试一试这一家吧，这绝对是与之前不同的。闺蜜有些担心，可这座房子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。是的，但这就是为什么选这座房子的原因。如果能够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拍下开门人受到惊吓的样子，一定会很有趣，发到短视频平台上肯定也会有很多人观看。来吧，小美。于是在我的怂恿下，小美打开了录制。大家好，可以看到我身后背景中的房子有点令人毛骨悚然，非常适合在万圣节搞恶作剧。接下来我要戴上面具，去按下门铃，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。随后我便轻轻按下这家的门铃，然后对着房门做出一个恐怖的表情。几秒钟过后，房门悄悄打开，可是并没有看见有人走出来，只是看到房门里面黑漆漆一片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接着房门哐的一声又自己关上了，这奇怪的一幕把小美吓了一跳。好奇怪，酱汁，我有些害怕。这么晚了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。好吧，稍等一下，等我录完结束语，我们就走。那你快点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万圣节的特别视频。今天的录制很不顺利，最后一个房子的录制也很糟糕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根本没有人出门。酱汁，我看到有人站在门口。什么？听到小美的话，我立马转头往后看，可发现身后只有空落落的房子，根本没有人。小美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哪有什么人？可小美却是一脸疑惑地说道：
但摄像机里有一个女人站在那里，她脸上挂着奇怪的微笑。听到这，我再次往身后看去，可还是空无一人。小美，停止录制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人。等等，她正在向你走来。小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别吓我。酱汁，她就在你身后。小美，你能别开玩笑了吗？我身后明明什么也没有。可是她刚刚就在你身后，奇怪，哪去了？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，男友小白突然给我打来电话。酱汁，这是真的，这个游戏真的有效果，它定会让你大吃一惊。我有点诧异，所以说它真的能让你的倒影消失？是的，真的很有趣，你试一试吗？可以把它当做这无聊夜晚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。在男友的不断怂恿下，我的好奇心也开始跃跃欲试。好吧，那我该怎么做？10分钟过后，我站在了浴室的镜子前，关掉灯，点燃一根蜡烛，将其放置在水槽周围的柜台上，然后询问男友：接下来我要做什么？现在拿起蜡烛，把它靠近你的胸口，看着镜子。于是我右手拿起蜡烛，左手拿着手机，看到手机里的男友正和我做着相同的动作。现在开始微笑，对着镜子微笑。接着我将蜡烛靠近我的下巴，尴尬了几秒之后，我的嘴唇张开，挤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。此时我能够听到外面北风呼啸，树枝不停地刮擦着我的窗户，这令我的内心不禁颤抖起来。但更为重要的是，我能够看到镜子中映出我脸的轮廓，他对着我咧着嘴微笑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我分明看到倒影中的眼睛调皮地转向一边，可我却站在这里一动未动。我的倒影竟然独自行动了，这让我瞬间感到脊背发凉，总感觉有人在黑暗中监视着我。我赶忙闭上眼睛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大脑产生的幻觉。等我的呼吸逐渐平稳下来，我睁开眼，瞧了一眼镜子，我的笑容瞬间消失了，但是镜子中的倒影却死死地盯着我，嘴唇依旧扭曲着微笑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小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快看，它有效了！赶紧停止，小白，赶紧停止这个游戏！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停止这个。情急之下，我赶紧放下蜡烛，迅速把浴室的灯打开。当房间被照亮时，我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可看向镜子时，我有些傻眼。小白，真的起作用了，我的倒影消失了，现在镜子里什么也没有。哈哈，我就说这真的有效，别担心，明天一早你的倒影就会回来。可是我仍然能在手机屏幕上看到我的倒影，这东西只适用于镜子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这样认为。可是家的猴子聪明似妖，不仅会做数学题，还会拜着讨钱，可一到半夜就会大声啼哭。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开马戏团的，可饲养的动物从来只有一种，那就是猴子。我问我爸，马戏团就一种动物能赚钱吗？可我爸冷哼一声，你懂什么？咱家猴子可不一样，个个都有本事，聪明着呢。果然如我爸所说，每只猴子的特点都不一样，有的会做数学题，有的会给我爸讨钱，有的还会写毛笔字。每天晚上表演一开始，就会涌进大批的观众，我爸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些猴子一到晚上就会发出阵阵啼哭。这天睡觉的时候，我被一阵沙哑间断的声音吵醒。好痒，帮我抓挠一下，我的脚趾头露出来了。我直直坐起身，发现那只独眼猴子就站在我的床边。它见我醒过来更兴奋了，大嘴张合着，帮我，快帮我挠一下。我吓得瞬间汗流浃背。爸爸，快来，猴子成精了，猴子会说话。听到我的呼喊，我爸迅速赶过来，一见到那只猴子，我爸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拎起那只猴子转身去了仓库。接着我隐约听到猴子的惨叫声和我爸的咒骂声。你还敢说话了？再乱跑试试，下次再不听话就和他一样。我有点好奇，他在窗户缝里偷看，不一会我爸就拎着一张猴皮出来了，我吓得浑身一颤，难道我爸真的把那只独眼猴给嘎了？过了几天，我爸外出出差，回来的时候竟然带了个小女孩。本来说是去收猴子的，半路遇上这么个可怜的孩子，一个人在街头流浪，我看着可怜就给带回来了。那小女孩叫彤彤，很会察言观色。叔叔，我不会白吃你家的饭，我会帮你赚钱的。我爸听后特别高兴，像是对彤彤特别满意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彤彤整天都和我爸待在屋子里，我爸专门找了老师教彤彤吹笛子。彤彤很聪明，1个月就学得像模像样，可我爸看他的眼神也越来越奇怪。我听他喃喃自语：学吧，多学点，
我就能赚更多的钱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本想着带着彤彤出去玩，可找遍了所有的房间都没有看到她的身影。我着急地问我爸：“爸，彤彤不见了！我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发现她。”我爸怪笑一声：“我把她送走了，有人领养她，那家人条件比我好，不用担心她。别愣着了，快去给猴子喂饭。”听到彤彤走了，我有些失望，可在给笼子里的猴子喂食时，却发现那只独眼的猴子又出现了。它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，似乎比之前变得温顺了许多。到了晚上，马戏团表演准时开始。我发现那只独眼猴不再像之前那样表演写毛笔字，竟然开始吹起笛子来。台下的观众都在拍手叫好，而我的冷汗止不住地往下流，因为独眼猴吹的曲调是彤彤最喜欢的那首歌。我猛地反应过来，几乎笃定独眼猴是彤彤变的，是我爸把它变成了猴子。等到表演结束后，我偷偷跑到关猴子的仓库，冲着独眼猴小声说道：“彤彤是你吗？”而独眼猴睁大眼睛轻轻点头，似乎默认了。我问彤彤：“你是被我爸逼迫的吗？想不想出去？”没想到等我问完，笼子里被关押的所有猴子都凑了过来，像是在恳求我救他们出去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为什么我爸说我家的猴子与众不同，原来他们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反应过来的我刚要用钥匙打开牢笼，这时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，猴子们吓得后退几步。那道黑影正是我的父亲，他恶狠狠地冲着我说：“酱汁，我们家的秘密竟然被你发现了，你可要保守这个秘密啊！”我吓得浑身颤抖，只好妥协地答应：“爸爸，我会的。”可我爸却阴森森地笑道：“我怎么有点不信呢？”接着我被打晕过去。等到第二天晚上马戏团表演开始时，舞台上又多了一只猴子。